婉婉，张阿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在县城开药店，稳当。你看看人家照片，别挑了，30了还挑什么？你一个月6000块，上海留得住你吗？第17个了。等你半小时了，今天加班，刚下班。坐，我今天找你有正事。2万？我认识个雇主，顾行舟，做建筑的，业内很有名。别墅住着一个人，妻子常年不回家，他要个懂事的助理，管日程、跑腿，有时候帮忙招待客户，活不重，就是要住进去。住进去，有独立客房，干净，待遇好。你现在住那个隔断间，一个月3500值吗？他妻子长期在外地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你就是个助理，合法雇佣，合同白纸黑字。我再想想。那行，你不去，我找别人问问。这种机会等人的。叶场说他妻子不在家，我只是去做助理。这张照片是叶可从几十张里挑出来的。上一份工作离职原因？合同到期，双方未续篇。住得远吗？骑车10分钟。别墅备用房间可以住人，你要考虑。没有别的问题了，你自己出去就好。没戏了，3个问题让我自己出去。哦，那正常，他就这样。什么叫正常？他刚发消息问我，你明天几点能到？安顿好了？进来了。好，听我说，第一步不复杂，摸清他的作息，让他习惯你在，不用做什么，就是在。在哪里？他在哪儿你就在哪儿附近，书房、走廊、厨房，别主动说话，等他先开口。记住，你不是佣人，也不是客人，你是他刚习惯的那盏灯。没睡。等您有什么需要。不用等。那我把热水放在这里。他在外面坐了多久？又不接，打了多少次了？婉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王家的儿子一直等着，人家条件那么好，你在上海也没什么出息，还不如回来踏踏实。妈，我在上班。上班，你上班把自己耽误了，都30了，王家那还愿意等，你还挑什么？你以为你在大城市就……你听我说话没有？妈，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。您吃完我再收。
怎么这么早啊？他把早饭吃完了。他在家吃早饭？全吃了。哎，这比我想的快，你做的很好，继续。顾行舟在哪儿？书房。苏婉，过来。第一，不得进入主卧及主卧卫生间；第二，不得陪同出席任何私人场合；第三，不得与雇主单独用餐。这3条，你能做到吗？能。我下周还要出差，家里的事儿你自己安排。你做好你该做的事就行。顾先生，书房的灯还亮着，我煮了咖啡。你看过老弄堂吗？这一片要拆改，开发商要做新外面，但原来的砖缝纹路全要抹掉。这里如果保留原来的砖缝纹理，住过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你懂什么叫场所记忆？不懂。但我老家的老街拆了以后，我妈说她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了。他让我坐下来看图纸，还跟我解释了项目。好，下一步让他依赖你，让他依赖你。小苏，你是湖南哪人？湘南县城，小地方。一个人在上海，家里不担心？担心，但习惯了。新州，这姑娘眼神不对。什么意思？你小心点，你想多了。我见过太多这种眼神，她在演，但她自己还没意识到。她一个县城来的姑娘，能图我什么？图什么我不知道，但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。
邢州今晚加班，要到9点以后。你现在进去，说整理房间，自然一点。第2步就这么简单，走进去，让他看见你在他的空间里。就这么简单。他9点才回来，现在才7点半。我看这边好像没整理过，就想说换一下。这个解释站不住脚。这里不用你整理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是因为被抓到了，就是因为被抓到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今天被他撞见了。我进了主卧，他提前回来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这里不用你整理，没有追问，也没有生气。那就好，这说明他没把你当外人。程姐说的对，下一步就是让他更依赖你，不是表面上的，是真的依赖。什么意思？他会习惯你在。陈姐让我跟你说，现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让他在情感上更依赖你，不是表面上的，是真的依赖。怎么叫真的依赖？就是他有事第一个想到你，不是找他，不是找朋友，是你，你懂吗？你现在住在那里，机会比任何人都多。他说你做的还不够。总之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别太刻意。叶可今天说到一半停了，是因为收到消息程锦就在门口，他没进来，但叶可立刻收了话头。他们之间有实时联络，不是偶尔通气，是实时的。叶可，我问你一件事。陈瑾，顾行舟老婆那个？对。走吧，前面那家糕点铺关门关得早。2024年5月4日。写完了今天的日记。红糖糍粑不错。吃饭呢？进来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哪句？红糖糍粑不错，
你连名字都主动说出来了。我只是说了个事实。你平时吃东西说过菜名吗？你开始在意它了？没有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要特意说出那个名字？你这个人什么都往里压，总有一天要出事。邢舟，你说你40岁的人活得跟和尚似的。我跟你说，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离了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？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满意。上来。不接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之间是不是已经很久了？程姐让我带句话。这是什么？放进顾行舟书房就行，书桌右侧抽屉里，随便压在什么东西底下。我不做这个。婉婉，你现在住在他家，你做饭，你帮他拿快递，你陪他出门买菜，这些事都有记录。什么记录？你以为你现在还能退出？你退出的代价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叶可，你知道你在替谁做事吗？我知道。想清楚再决定。婉婉，你在干嘛呢？没干嘛，在屋里坐着。哎，我问你，今天顾建筑师在家吗？我上午路过你们那个小区门口，看见他车停着。在，他在书房。那你们两个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真的假的？你之前说他不怎么跟你说话。
我说过吗？不记得了。行吧，你好就好，有空出来喝茶哦。最近都没见着你。有空联系。出什么事了？没有。眼睛红的。上个月顾行舟那次感冒，听说是你一直在跑前跑后，我早该来道谢的。太客气了，都是我的工作，就是因为是工作才难得。他自己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还给您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工作。你知道他们俩怎么走到一起的吗？不知道。各取所需。程锦要他的人脉，他要他的法律背景。那时候他手上有个项目，审批环节麻烦，需要有人撑着。程锦正好懂规程，在那个圈子里有路子，所以两人一拍即合，婚结了，项目推了。两个人心里都清楚那是什么关系，就是不说破。3年前，他发现账对不上了，程锦把一笔项目资金悄悄转走了，走的是他自己的渠道，对方是他一个旧客户。那之后两个人就没有在一起出现过正式场合。他找他谈，他说离婚会影响项目审批，说时间点不对。他不是真的在等时间节点，他是在里面再布一层。说什么了？这个访问记录你看一下。入侵时间是上周四下午。上周四，程锦回过顾宅，云端备份被复制了一份，走的是他登录过的那个内网端口。旧城改造的核心图纸，上周四被人复制了一份完整电子文档，入侵时间和你那天回来的时间完全吻合。你在说我偷你的图纸？我在说这份记录。顾行舟，你事务所那几个合伙人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个端口谁都用过，你拿这个来问我？那份文件的访问路径在这里，你看清楚再说。我不需要看。你要怀疑，去查你自己的人。你以为我稀罕你那个项目？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儿，都在让这段婚姻难看。
是谁让他难看的，你清楚。婉婉，这边我都等一会儿了。堵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你喝什么？我叫单。上次的事儿你做得很漂亮，程锦那边没有起疑，就是搭把手，没什么。接下来有件事儿，比上次难一点。什么事儿？顾行舟这个人你也看出来了，他防线很厚。程锦的意思是，光靠外围施压不够用了，得有人能真正摸到他在意什么，他心里的软处在哪儿。你是说让我靠近他？不是靠近，是读懂他。你跟他朝夕相处，比谁都有条件。我尽量。早饭想吃什么？随便都行。那就你决定。我喜欢他。这3个字，力道轻了，手笔没有往左带。放开，放开！这么晚找我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帮我确认一件事儿，顾总最近有没有在任何医疗文件上签过字，授权别人调取他的体检记录？没有，他这半年没做过任何医疗授权，我经手的文件我清楚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在哪儿看到这个？这个签名笔地不对。他要用体检报告做什么？财产分割，健康状况评估。这不是一份文件的事儿，他在布局。我知道。一份伪造委托书，一份体检报告，这只是他准备好的第一张牌。顾行舟这2天状态正常，没有异常情绪，作息规律。知道了。魏松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不用问我为什么。说。顾行舟名下的账户最近有没有大额异动？你能查到吗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只是提醒你留意一下。行舟，你名下那个账户上周有一笔40万的划转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周4，对方账户是一家注册不到半年的咨询公司。你知道多久了？今天才确认。谢谢你告诉我。
3处项目分红合计172万，全部转入同一个私人账户，时间跨度4个月。3处项目分红合计172万，全部转入同一个私人账户，时间跨度4个月。这个账户是谁的？查不到实名，但开付行在上海，开户时间和你们婚后第3个月完全吻合。我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账户划转。我知道这笔钱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你忘了，这是你自己授权的。我没有授权过任何人动这几个账户。你的记性一向不好。这个签名不是我写的。第三方见证机构的章在上面，你要去质疑第三方见证机构的人。笔迹可以鉴定？当然可以，你去鉴定。见证手续齐全，程序上无懈可击，他早就把每一步都堵死了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你只是我的最后一张牌。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是程锦安排进来的。是叶可介绍我来的。叶可？对，但我后来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按他们的剧本走的。你怎么证明？我没办法证明，我只知道那笔钱我没拿，录音是我录的，照片是我拍的，我把这些交给你，不是为了别的。出去吧。顾行舟。苏婉，出去。苏婉，进来。进来。你还在？魏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？行舟跟我说了你的情况，还有没有瞒着的事儿？现在说清楚。没有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录音笔里有程锦和叶可的完整对话。胶囊我送去检测过，这是报告原件，第2页有成分明细，剩下的交给你们。他把全部的东西都给出来了。先安置好自己，这边我来处理。坐。程姐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他在收集什么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需要你出面说一件事，就说苏婉从进门那天。坐。程姐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他在收集什么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需要你出面说一件事，就说苏婉从进门那天起就主动贴着行舟，是她自己要往上凑的。陈姐，这种话有什么说不了的？你们认识这么久，你替闺蜜作证，再正常不过。陈姐，你掌握了多少？够用的。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？烂摊子要收得干净，不能留口子，你懂。
程锦刚才推过来的那张截图，还有他说够用的时候的语气。程锦拿到的那张截图我没给过他，他自己查到的。他查到苏婉，早晚也查到我。我陪他走到今天，什么都知道。程锦要是翻脸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昨夜那条消息，程姐已经知道了，你最好小心点。婉婉，是我想跟你谈一件事。说。程锦那边，我有他指使我的全部聊天记录，时间、内容、转账都在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全给你，但我需要你保证后面的事情不要把我推出去。你确定要用这个？等他自己露地牌，等不起。甲方副总那边，你打算怎么说？只说程锦私下接触过他，试图截取项目分红，其余的他自己会想。你知道这一步踩出去，他一定会反。我知道。他主动约见面。你去告诉他，立刻停手。他不一定听。你告诉他，我手里有他入局之后的全部录像，他要是不停，我就全部公开。魏松跟我说了，他不该说。你为东城那个商业综合体的甲方已经打电话来了，说要重新评估合作。几个项目？2个，还有一个在观望。这些照片是有人专门提供给媒体的，角度这么准，不是偶然拍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是谁？他动了，比我预期的早2天。我给你一个干净的方式收场。说。共同资产你全部放弃，签字，我让媒体撤稿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觉得这是交换？这是你能拿到的最好的结果。是我，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我们谈谈离婚的事。在正式进入资产分割议题之前，我方需要提交一组新证据：隐蔽录音笔、录音原件及转录文本，叶可与程锦的转账记录截图，以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透明胶囊成分检测报告。录音的取得方式存疑。录音的取得方式存疑，转账截图来源不明，这些材料的合法性，我方保留质疑权利。录音地点为当事人共同居所，不涉及非法侵入。转账截图已经银行流水交叉核实，原始数据完整。检测报告由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，程序合规。可以进来了。叶可女士将就程锦委托其接近顾行舟先生的完整经过作出陈述。程锦在2年前通过我联系顾行舟，初期以维系婚姻为由，
后期明确要求我配合他收集顾行舟的行为记录，并在顾宅梧桐物联排内协助放置透明胶囊。转账记录截图里的每一笔款项，我都能对应说明用途和时间节点。他申请冻结顾行舟名下全部登记资产，已获受理。他申请冻结顾行4图片名下全部登记资产，已获受理。冻结申请覆盖的范围里，有一批资金的来源，我们需要立刻核查。这3笔是项目公款，进账时间在婚前，账户流水有完整记录，冻结令无权触碰这部分。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申请，今天就能递交。谢谢你。苏婉，等这件事结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就算我输了，你以为你能得到什么？你不过是个工具，他用完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从湖南小县城来，你不过是个工具，他用完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从湖南小县城来的，以为嫁进去就翻身了。程律师，你今天特意在这里等我，是提前安排好的，还是临时起意？因为你手里那件外套，从庭审结束就没穿上去过。你在等一个画面。项目那边可以重新约时间了。是我，有件事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顾总，这份文件。顾总，这份文件上的字是你签的，当年的债务关系白纸黑字。你是程锦找来的？当年的完整账目我都带来了。这份债务文件上的签名日期是11年前，但你看这里，那个月顾行舟人在国外做项目，全程都有出入境记录，他不可能在上海签这个东西。这件事我需要重新核实一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这么快赶过来吗？这份文件3年前就有人动过手脚，我当时留了底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早晚会被人拿出来用。2021年3月，这笔顾问费的收款方，注册地是香港，法人信息是空白。
这张这张照片拍于什么时候？4年前，那时候你们还没结婚。他找过来的，他知道我跟苏婉是朋友，他说他只需要我帮一件事，在合适的时候把苏婉推进你们的圈子。我以为就那一次，后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联系我，每次都有新的要求，我已经退不出来了。4年前，程瑾认识叶可是4年前，而他第一次走进这个圈子，是叶可带他去的那场饭局。3年前我发现账目有问题。3年前我发现账目有问题。我以为忍过那个阶段，湖滨项目能落地，一切可以重来。我知道那是错的。这笔结婚第1年，他说要重做书房隔断，找了家进口木做，我没追问，我当时假装没看见。后来还有几笔？翻到第3页，往后数7条。他们之间的事儿，你不用操心了。程瑾认识叶口是4年前，那时他自己还没有走进这个圈子。叶可后来把他带进来，用的是一场饭局，一句有个机会。我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坐在这里算不算一件好事。我把第3到第5页的备注整理一份给你，明天早上发过来。不急，后天给我也行。相关部门今天上午驳回了恶意冻结郑救族申请不予支持。我知道了。相关部门今天上午驳回了恶意冻结郑救族申请不予支持。我知道了。律师昨晚发过来的。那边的律师也给程瑾发了预警，判决结果基本定了，他那边翻不了盘。今天下午全员会议，你通知一下。重组的事儿，你要正式宣布了。拖着没有意义。从下个月起，事务所完成独立重组，原有项目组架构不变，合同关系重新签署。有问题的，今天可以提。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不是因为程瑾，是因为我早就该这样做。婉婉，我就说几句话。我知道说对不起没有用，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。那份调查报告，今晚发给我。苏婉个人背景调查完整版。申请审理庭注意，证人苏婉，大专学历，无固定职业，系经人介绍入住被告家者，其证词的客观性存疑，请审理庭参阅附件中的个人背景调查及入住初期监控截图。原告方，这份材料的提交的目的是什么？用于质疑证人陈述的可信度。审理庭认定，
此材料涉及对证人个人背景的定向披露，构成干扰证人，予以训诫。材料不予采视。申请休庭。不予批准，继续庭审。申请人继续陈述。我是大专学历，从湘南县城来上海做行政助理，这些都是事实，我不打算回避。叶可是我朋友，他介绍我去顾宅做生活助理，说是顾先生需要人帮忙打理日常。入住之后，程锦通过叶可转达了几条指令，要我观察顾先生的作息，留意他的私人往来，并在他饮用的伯恩第红葡萄酒里加入透明胶囊助眠剂。我没有执行最后那条指令，是因为我开始收集证据。叶可与程锦之间的转账记录是我保存的原件，已作为物证提交。辛苦了。庭外和解，你撤回刑事中诉，我退出全部股权，两清。不谈。顾行舟，打下去对你没有好处。资产侵占这条，刑事附带民事一并提起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。当日傍晚，建筑行业协会发函，要求事务所3日内就资质问题提交说明材料。魏哥，你看这里，存在系统性资质挂告行为。这个表述，协会自己的函件里从来不用系统性这个词，但程锦3个月前那份内部备忘录原话就是这个。他自己写的词，自己用来举报。我去整理比对记录，今晚发给律师。辛苦了。是程锦自己留了把柄。从今天起，核心项目全部由顾行舟重新主导。对接函今天发出去。婉婉，你最近上新闻了，你同学发给我看的，说你在法院门口。妈，那是工作。工作，你就知道工作。你跟那个顾什么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……他问的这个问题，我现在还没有答案。打算去哪里？还没想好，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你应该知道我最开始是怎么进这个家的。说吧。是叶可找到我的，在我刚来上海工作还没着陆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家需要一个助理，说这是个机会。他那时候跟我说的话，现在想起来每一句都是设计好的。他知道我需要钱，知道我怕回老家，知道我会动心。我不是没有犹豫过，但我还是进来了。后来发生的事儿你都在场，不解释了。我知道。什么？叶可联系你这件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只是想听你自己说出来。你知道，然后呢？你知道，然后呢？
西乡的采光改造，住户是谁？行，你不说，那我替你问。等你回来定。申请人顾行鹏的主张经本中心核查予以确认。被中事人程锦关于婚内共同财产等额分分的全部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中心不予支持。等你回来定。申请人顾行鹏的主张经本中心核查予以确认。被中事人程锦关于婚内共同财产等额分分的全部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中心不予支持。另认定被调解人程锦存在不当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，需将不当处置的财产折价返还是现行损失，具体金额以附件清单为准。我该走了。我该走了。这是辞职申请，这是这段时间所有的报酬，一分没动。顾先生，他上个月推掉了杭州和成都2个项目，都是签约前一天撤的。我没资格劝你，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儿。2个项目，签约前一天。苏婉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来看看我闺女，还要打报告啊？这就是你住的地方，这一排都是你们家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来看看我闺女，还要打报告啊？这就是你住的地方，这一排都是你们家的。妈，这就是邢州吧？长得真好，我是婉婉她妈，你叫我苏阿姨就行。苏阿姨，进来。不打扰，不打扰，我就是来看看婉婉，你忙你的。婉婉，你们同学向辉他表弟在长沙开厂的，条件不错。上周托人问过你了，你先看看条件嘛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家里3套房。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妈说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了。不是翅膀硬，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。程锦要求苏婉就干扰婚姻关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您好，我需要法律咨询，我这边有一份律师函。你自己的路自己选。你等多久了？不久，刚才的我都听见了，包括那份律师函的事。我想跟你说你等多久了？不久，刚才的我都听见了。你看最后那份律师函的事，包括那份律师函的事。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不是感谢，也不是客套，就是我自己的事儿。
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帮过我，也不是因为那段时间住在一起，是你这个人。你确定不是移情？我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你确定不是感谢？如果是感谢，我会请你吃饭，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。这是西厢的改造图，我画了2个版本，一个是客房，一个不是。这不是感谢，是邀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做这个决定？我知道。我刚刚才打了法律咨询的电话，我自己的事还没理清楚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说？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不是要你现在回答我。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自己想清楚？可以。图你先拿着。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自己想清楚？可以。图你先拿着。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就是想回来待几天。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是离开这里，但我现在站在这里，心里是平的。我想清楚了，但是我要说的话，不能就这么站着说。你得先告诉我，这3天你吃饭了没有？吃了。沉默说你没怎么吃。今天有一件事儿要正式宣布一下。我想清楚了，但是我要说的话，不能就这么站着说。你得先告诉我，这3天你吃饭了没有？吃了。沉默说你没怎么吃。今天有一件事儿要正式宣布一下，苏婉从今天起正式担任事务所运营负责人。他走之前，还是写了这封信。你第一次见我，心里怎么想的？觉得你眼神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你第一次见我，心里怎么想的？觉得你眼神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太清醒。那种场合，大多数人要么紧张，要么算计。你是真的在看我。我第一次见你，觉得你很难。难？就是那种进不去的感觉，像一栋建筑，外立面很干净，但门在哪里找不到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不找了，等你自己开。这笔钱从哪里来的，我清楚。送到这里，算是还干净。这个项目从方案到落地前后2年，有很多人帮过我，但我想单独提一个人，我的伴侣苏婉。她不是建筑师，但她让我想清楚了一件事儿：空间是给人住的，不是给人看的。进这扇门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只是借住，现在才知道，住下来这件事是自己给自己的。